这个节目很特别不是我想的，是扎老师想的。扎老师非要说我们这个3个人的 talk show 都感觉不太像 talk show， 而且尤其我又比较紧。他说我们俩就聊天。到我家，而且他特喜欢我家的绿沙发，老想坐我家绿沙发上来录一集。我说坐上了。对，我们就是有点像闺蜜的下午茶吧。聊什么呢？他不让我想，他说你不要准备，你准备太多了，你不要准备，我们俩就像聊天一样。所以呢，接下来聊什么我还没想好。真正，你是不是作为主人先给我倒点茶呀？对，等一下，我正准备说呢。这个呢是其实就是闺蜜下午茶。那我稍微准备了一点那个茶点，这个是没有咖啡因的薄荷茶。对，你待会儿走的时候我给你带点，然后我连吃带拿。对，然后准备了一点水果，然后还有一个朋友送的小麻花。太棒了。对，我们待会儿说饿了可以稍微吃点。那我们今天说什么呢？你为什么想我先问你这个吧，你为什么想要这么坐下来聊天？你觉得我们俩聊天对观众有营养吗？我不管它有没有营养啊，就是聊之后有可能有营养，也可能有毒，也可能有毒素啊，这都是别人的事儿了。但是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对，其实我觉得聊天比写文章就对我来说更有快感。对，不是光是更轻松，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从聊天的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比写作一点不少，而且它是更开放性的，因为它是互动的嘛。对，就写作就是你最后已经是面壁，就你一个人对着纸或者对着电脑，你在独白。哪怕你是在写别的人，但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写， 对吧？写作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很孤独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恰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大家都在说话，对吧？你看播客，然后短视频、长视频、深度的各种各样又回到来了。其实我对这个东西说实话不反感，虽然我是一个爬格子的就是从小的梦想是当作家，作家梦，做小说家，从小的梦想是做小说家。但是我这个人跟着感觉走，有鬼使神差的，就走到了一个就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就小说后来也写的很少了。近年我想回头写都有点回不去了，我今年发了几篇英文小说，但是中文的小说我一直想写一个长篇就写不下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不能计划性太强，我自己自圆其说。对，是的，因为我有一些，我就经常问身边的年轻的这个听众，我说，你们喜欢听什么样子的这个中文的播客？因为我们的播客不可能在小宇宙上，从第一天就没有上去过。然后他们说国内的播客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口水播客。口水播客就是这种没有计划的，就是瞎聊。我当然也不觉得都是，有一些我觉得还是还是有养分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大家播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做饭了、开车了这样子的陪伴的角色。当然呢，扎老师呢，我记得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说扎建英是一个 great conversationalist，就是特别适合对话的人。但中文有没有这么一个词呢？好像这个 conversationalist 真的翻成中文就很生硬，什么谈话者、会说话的人，但是会说话的人好像在中文里面又有一点反义的这种贬义的这种词。没有。对，我也觉得我们俩每次拍完了就在这聊好几个小时，我觉得我们拍完了聊的东西都特别好玩。其实你刚才说的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不如坐下来闲聊，也是因为就是我其实认识你也就才几年哈，对，但是感觉好像认识了很久。对，因为一个是因为我们开始就是合作做一些，这也不过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那个不明白节，我是第一次上你的节目但是那之前就是说你搬到纽约来，就是开始从吃饭开始的。对我们是在那个女权脱口秀。我先说一下吧，这个对扎老师当然是很多年前就
读你的书，读你的文章。我2004年在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我上一个这个国际关系的一个 Master's Degree， 这个硕士学位。然后我其中选了一门中国的课，关于中国社会的课。那个老师就 assign 了你，布置了你的那个 China Pop。我的相当于是你的阅读书吗？是这 reading list 就是其中一个。那当然就说那会儿就读，后来你06年的这个80年代访谈录，那肯定是读，是吧？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是很近的朋友。没错。对，后来我们说起来都是很近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阴差阳错就在北京香港就从来没有见过面。2023年我搬到纽约，我4月份搬到纽约，好像4月底还是什么时候，我就第一次被邀请去看这个女权脱口秀。我当时就觉得哇，特别的，就是 shocked， 可以这么说，就是哇，现在的年轻的女生们，她们在这个台上什么都说。就我们小时候，就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什么月经了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好像很少会拿到公开，他们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特别的，就觉得非常大方，非常的舒展。我特别喜欢那一期，其实我们当时那期也做成了播客，可是呢，我就觉得我是那年纪最大的，对，我在前面做，因为我去录音嘛，我在前面做，就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这么突然看见了，我就走着走，我看到有一个人，我说哎，这个人头发白了，看着比我年纪大，然后我就因为也想当时也想写一个专栏，我就想着说，正好这不是最好的一个采访对象吗？为什么一个年纪大的女性会要来这儿看？我就跑了过去跟你就搭话了，是吧？我们做记者的不就这样子吗？然后呢，我们说了几句，我就好像问了你，哎，你为什么来这儿呀？你说你女儿的跟你说了，推荐我的，对，说了几句话，我说，哎，你家电音我记得那个瞬间就被认出来了，那个就挺有意思。我们是那时候才认识。那我去的时候就感觉就像潜水一样，你知道，在一个微信群里，本来全部都是一批年轻人哈，然后突然来，而且那一次我也是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而且觉得特别喜欢。那也是你第一次去是吧？第一次去，而且那次后来我又去了几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第一次你总是会就是最新鲜，就觉得那一场特别好，就是我没想到就是在纽约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就是年轻的，大多数是女性，当然也有一些男性，然后都这么不仅都是双语，就是他那个相声是中文里面加了大量的比如英语，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是或者在这儿留学，或者已经上完学在这儿工作，然后那种女权性别的意识，然后那一期已经开始有一些政治调侃，对，就包括说习近平的笑话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然后而且特别的就是有幽默感，就是他们这种。就是玩的很溜，你知道？对，就是我们一说起来政治了、什么女权了这些，就总之好像有点沉重，有点苦大仇深的。他们就是这种调侃，就让人我觉得非常的耳目一新的感觉。没错，而且我就觉得特别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处于某种，就后来我听你的播客，你用这个词儿叫什么政治抑郁是吧？对我其实还是处于那么一种情绪，就是觉得。一切都在变得更糟，而且一切都从开放走向更封闭。然后我的微信就是群里边那些同代的，还留在墙内的大陆的讲的那些话，我都觉得越来越颓，越来越无聊。然后每一个都自我阉割，说一些就是擦边的自己用黑话了，几乎就是在隐语在说，完全没有就是说能够就是放开。把自己心里边的话完全说出来的这种气场完全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毫无希望的一种景象。23年4月份，对，你想想22年出来的那个白纸才过了5-6个月，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居然这么有才啊，就都全没有一个是 professional。全是业余的，上来说段子，然后就全场哈哈大笑，而且我就感觉这种所谓的。小空间其实还有啊，在海外就是所谓的民间社会嘛，那天好像是他们，而且后来我去几次，每次都是要抢票，对，就很快就这100人就。我去过2次，2次都是以做节目的这个名义，因为我抢不到票。对，我也是抢不到，都是后来小朋友他们在里面就给我说，哎呀，扎老师，我们就给你当亲友票，就拉进来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又是一个小的 community，应该怎么小社区似的，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
那时候就感觉这种压抑，就是说，虽然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这儿，都有很多可能是同类，就是但是都是被打散的一个个人，没有一块平台，没有一个空间，大家能畅所欲言，就是所以这种感觉就特别好。然后在那儿遇到你，我也是觉得没想到，就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早就应该遇到，就不知道有多少共同的朋友。对，太多了，太多。我们俩其实北京的圈子就有特别多的重合。既然说到咱们俩，就是说本来早就应该遇到，但是居然就没喝一口茶，居然就没遇到。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所谓的心路历程了，就是我从来没听过讲过。说实话，因为你自己，我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从早年那种文青写小说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自己经历的影子，虽然虚构化了，但是还是后来我回头走向就是说nonfiction 就非虚构。不论是 journalism 还是文章 essay 什么这种，就是很有意义的做一种训练。你知道西方记者训练就要不要我的茶快到了，我这么一个洁癖的人，就心里面我的心就对我的心就随着这个茶杯就忽悠。我们小点声。我在认识你之前自以为是有洁癖，因为我们家我经常说你们两个 slobodo， 你说这种词就是说他们都是那种随手乱放东西，我就要跟在他们后边去整。然后我遇到你，我才发现我算什么洁癖？你这真的，我这完全是一个 sloppy 洁癖。对，就是你真的是 spotless， 所以我的确要当心。好，我茶杯放下了啊。我刚才说哪儿了？你说到就说我们其实都是从中国过来，在西方在美国这边受到了专业的新闻的训练。这种专业的新闻训练就是让你把自己要往后面放，就是自己不太会到里面去的。对，尤其是你，因为你确实是，我就说我看到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事儿？我才发现我这个新闻记者或叫什么 journalist， 我真是玩票的啊！你真的是专业，因为其实我没有受过一天的关于 journalism 的训练。我上哥大其实新闻就是 journalism school 很有名，但是我上的是比较文学，好吗？新闻是一个 craft， 都是在写的过程中、报道的过程中的。对，所以我自学。后来我就是我就是64以后又重新从中国又回来之后，我决定我没有这个信心，就是说我能用第二语言英文来写小说，所以我必须得自修，就是我怎么来写非虚构写。这种就是，所以我自己学了好多，就是这种抽离，你绝对不能写你自己。而且那时候也有一种就是自我反省吧，就觉得我们那种文艺青年式的浪漫化的，不论是对写作的看法还是对中国的看法，都有点就是说不专业。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很浪漫的，我们就觉得专业好像就是自己不要在里面，自己不要在里面。你要能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不论是看你写作的对象，还是看一个国家，对吧？你才能看得更清楚。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要带着距离，你才能看清楚。英文叫 detachment， 对。然后要有什么 balance， 抽离感，对，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待会儿再说因为你说一下，你上次跟我说，就是你写 China Pop， 等于说2000几年的是吧？那是哪一年写的？不是，那个是1995年，95年写的。你那会儿其实你的书的编辑就跟你说，你应该把自己放在里面，但你是拒绝了的，基本上。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书是后来第二本书，因为他出我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是非常就是严格的不断在提醒，在修改这个稿子过程当中要保持这个距离，就是说，而且我那时候我就说我有一种反省嘛，就是觉得89年我们都看错了，以为一场天安门一场学生运动，中国就能开始跨过某个阶段，就开始要往民主，结果全看错了。就是我就感觉我们有一种就是太把自己的理想或者自己的想象愿望投射到一个国家或者一群人身上，一个 idea 一个理念那儿去。那么这个反省就是说，那个太自恋了，太自我中心了，觉得整个80年的写作其实都有这种文人自我投射的景象，就是你以为你已经看清楚，其实完全你就是不清楚的。所以带着这种反省来写呢，我就有点就是
稍微的有点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感觉，就是说完全这个里面不要带我自己你说的观点，你写就是我写给 China New Pop York 的China Pop 的时候，那还是 China Pop 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在95年，那上是离那个89年没几年。是。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a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a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asavai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ai 下载。感谢 Masava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后来他变成了我纽约客的编辑，当时呢，他也发过我不在纽约客上，在另外的杂志上发的文章，他给我的忠告，这个编辑就是 Henry 吧，就是说这个 Henry 跟我说的，就是说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作家，所以你要 write dispassionately，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他就说你要不要太激情，然后你的写作就像一个水龙头。你把它打开的太大，它就会四处乱溅。对，你要开小一点，它的水流才能很准，就是而且更有力。我记了他这么好的编辑，对，就是变成我当时的座右铭。我就用这个标准来检查一切，对吧？可是那之后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后，就是你说，就是后来我出第2本书的时候，我那个编辑就跟我书的编辑，不是纽约客的编辑了，他就跟我说建英。你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一个个全是别人，就包括就是我哥哥呀、王猛啊，他们那些书都在里面啊，什么。就虽然你在里面一点点，但是你没有太多的说你到底怎么想。对，所以他就这个书的编辑就说你要把你自己稍微的放进去一点，这样作者知道 where you coming from， 就是我们能不能信任这个读者，这个作者。对因为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选择过的，你写出来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假装你真的就不在里面，好像貌似就是客观似的。就是那个第2本书就弄潮儿 ，Tide Rider， 对 ，Tide Players， Tide Players， 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就是内化了很多这种，就是说不能带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色彩，所以就其实我很拒绝这种。我就只做了一个让步，就是说好吧，那我在开章 introduction， 就是这个开章的时候，我会写一点个人的故事，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写英文了，然后我还讲了一点点我的自己的故事，包括我怎么就是跟我父亲就是20岁以后第一次吵架，就写了一些小细节，你知道，但是对我来说那都是就是附带的。否则的话，我就觉得我会不会又回到一个很自恋的讲我的故事？我就说脑子里总有这么一根弦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other people。所以那里面的所有的人物速写都是别人嘛，然后我要退在后边。那我觉得我认识你，我就觉得你肯定这种训练就是更严格、更长。我回来就是说你就这么一个宁夏大妞。然后你又到北京来上学，然后你又在新华社，然后你又跳到外媒，就一路走过来，你是怎么就是这里边你是像我是就是跟着感觉走，没有计划的吗？还是你很早就清楚你要干什么，你想做什么？就是你我不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人，你没有发现吗？太好了。对，我完全就是但是我很小就想当记者，这个倒是真的。就是你记得那个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是的，对，那会儿我才多少？我9岁10岁嘛，对，那个法拉奇不是问邓小平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上毛泽东的画像还要挂多久？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共产党还要按原来的这个方向走嘛，他就说那就还是要挂下去的嘛。对，我当时我记得是我看了参考消息，他没有说他具体的，好像没有太说具体的，就是翻译了一个，就说这个法拉奇有一个女记者采访了邓小平，
我嘛就从小爱问问题，我就说，哎，还有这种工作哦，就可以去谁都可以去问问题，对吧？我就觉得，哎，这个当记者应该是一个挺好玩的事儿。你那时候才9岁，9岁10岁，我就真的就是觉得，哎，因为其实也不太知道当记者是怎么回事儿，对，就这么想了，但是说你怎么实现这个事儿呢？我也不是特别有特别有计划，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读书，就说我读书一直都是中上，我一直开玩笑说，我一到了美国才变成一个好学生，因为就是要写东西嘛，我就是记性特别差，我背不下来书那种。对，大学呢，其实我是到武汉华中师大上的英文系，上了那时候已经上了英文系。对，我是89年上大学的嘛，89年上大学，那上了英文系，英文系上完以后做什么呢？就是那是个师大嘛，就是我是不想做老师的。那当时就正好看到了有一个叫中国新闻学院，其实是新华社下面办的那我就去那读了一个2学位。然后我们同学就有国际新闻的，还有国内新闻的。国际新闻的呢，就同学都是去国际部，新华社国际部和对外部，就是学英语的。对，我就去了国际部去实习，后来就留下来，做这个国际新闻的编辑，主要是中文编辑。对，其实对，其实是就小时候是有这么想法，但是你说真的怎么去实现，也不是太那个，当然一直都这么想，所以也会去读一个中国新闻学院，因为想到就说，哎，特别想做驻外记者。不知道就有这种感觉，是吧？因为你也是学英文的嘛，对，就觉得好像特别自由。那会儿我们也都80年，我也是80年代长大的呀，对，所以就还是挺向往这个外面的世界，然后想又可以做，那只有新华社是有驻外记者的这样子，真正的驻外记者。所以你说89年的时候，你是在我在宁夏高3啊，我上次不是说了嘛，对，89年的时候我们那边也很多学生都在游行嘛，我不是还把书给扔掉了嘛，对，说不上这个政府办的大学，但中国的大学，所有的大学都是政府办的，你不，要不然你就不上大学，就是这样子。对，我也没那个本事说真的不上大学。对，但是你学的新闻，就是你上新闻学院的时候，那个新闻理念还是中国的这个一套吗？我当时就是写的这种的，当然写的就很无聊的，什么写这个海淀的书有一个书市，就是一条街，图书一条街吧，好像对吧？我去写了一个 feature story， 然后还写了一个这个卖花的，就当时大家刚开始就觉得鲜花是一个好的事情，然后中国开始那个有鲜花店，我又去写了，都在那个 China Daily 都发了这个都发的 feature story。这已经是90几年了吗？对，93、94年了，94年了，对，所以就说我是喜欢到处跑的，去和别人说话的，就我天生爱干这事儿。哎，其实这个时候咱们俩正好重合，我那时候就是在写 China Pop 嘛，对，就90几年。但是我那还是学生的那种习作，但是就去投稿，人家也就写了，对，就反正上了新华社，就中国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到了什么环境下，大家都是好学生嘛，也不算好学生，就你想做最好嘛，我就变成一个特别好的编辑，就有这些年纪大的编辑，他们也很喜欢我，我就从小就还是一个勤快的孩子，就特别愿意。小姑娘又漂亮又勤快，对，然后整天性格又好，对，笑嘻嘻的，整天高高兴兴的，整天都很高兴，就到现在也是这样，整天都很高兴。对，受到了这种训练，我觉得。后来到泰国驻外呀，后来去新华社，去那个阿富汗去，驻外，就是我还是很想学新闻的。就是你驻外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和驻那个美联社，比如说和路透社了什么之类的这些记者一起出去，我们回来写的东西，同一件事儿写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但是那时候我觉得90年代的新华社还是比较开放的。对，其实是比较开放的。我也写了一些这种的，他们所谓的特稿。比如说我去阿富汗的时候，我就会写这个寡妇面包房，我就专门写这些战争寡妇，就是联合国开的，只有他们在以前是塔利班那个下面是不能工作的，现在可以工作了。他们以前是没有就很难生存的，现在可以养孩子了。然后我去那个喀布尔唯一的这个妇科医院，去妇产科医院去采访。什么的就写这种，还写这个阿富汗的童婚呐，这样子。因为我是个女的，我可以去和很多女的去采访，而且这些女的故事是最动人的。我认为就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动人的。我在泰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美国记者，他就说，哎，他就觉得他也觉得我挺好的。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读书啊？
我说啊，还可以去读书吗？对，他说你去申请啊，这哥大新闻学院就非常好。我说我读不起啊，我哪读得起啊，那么贵是吧？对。他说他们有奖学金。然后我就特别幸运，我一申请就真申请上了，还给我全奖。哇！全奖还带生活费的，是02年。已经02年了，那对，你就是已经工作了一些年了，工作了7年了，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说到写作的这个事情啊，因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意志，你就差不多知道，就是你写的东西什么是可以发的，什么就是哪怕是我写就比较自由的这些东西，就你不太会要去想说，哎，这个事情为什么读者要去读，为什么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那到了美国来到那个哥大这边来上学，就写的每一篇报道，就是哪怕最小的事情 ，community 社区新闻，你也要说这个事情就有个 nut graph，是吧？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大家应该关注这个东西？我当时就非常的挣扎，就说，因为你以前不需要想这个东西，那我们写出来是官方通讯社，写出来是政府要让你知道的，对不对？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你不需要去写这么一个东西，你就把这个东西写了下来就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中国人来做记者的，在美国都有这个 struggle， 都有这个挣扎。就你很难有自己，你可能是意志比较强大。我就说你怎么去说，哎，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需要来了解？对，它或者它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就那时候的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就是觉得自己说的话有这么重要，可以去决定别人为什么要来读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当时的那个 beat 是法拉盛有什么事情，就我听说了有这么一个事情，我就去采访，采访完了呢，我自己就要去想这个事情是不是重要，然后我采访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啊？就比如说我去采访了有一个当时是应该是黑道这儿的一个女的，她在这个 Amherst Hospital， 她就生病了，得了癌症，然后在那儿公立医院就住院，因为比较穷，就一路都没有不收钱，这个当然就是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美国呢有它的这个医院制度，你必须就是医院要让你出院，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能去。这个人呢是一个40-50岁的女的，她在这边没有认识的人，所以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医院住一天院得多少钱，她就在这个医院，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让她去，她就在这医院住了3-4个月。我就听我们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他有一个是美国人，他有一个高中同学还是什么，反正就一发小吧，就在那个医院做这个见习医生，告诉他的，然后就说，哎，他说你是中国人，那个人说的话我们也都听不明白，你可以去。然后那个见习医生把我介绍，结果我在那待了4-5个小时跟那个人聊，后来见习医生都生气了，说你怎么可以在这聊这么久？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聊他的生活呀，她和她丈夫如何下岗的，然后为什么要来美国，美国来了没做了几个月都做了什么东西，他的 personal story 很有意思，但是他又和美国的这个制度又有一个冲突的地方。这个那你要这么写，对不对？但就是中国新闻后来大家也都学会了是这么写，但是在当时在新华社可能内参会这么写，就是这种给大众的这种的是不需要，因为你不要很尖锐的，不需要冲突嘛。关键就是说不能太尖锐，不能也不见得就是有一些线你是不能越过的。对，这国际新闻，比如说你要批评美国，那是可以尖锐的，对吧？对，但是你要比如说国家领导人出访，那就是他见了谁，双方的都谁说了这个，谁说了那个，就完了嘛，对吧？过来还是要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对，那当然就说我读了2个书，都是我一定要声明，因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就说，哎呀，什么国家派他出去留学了，狗屁。我也特别想知，因为我也知道，就是网上对你有各种各样的泼脏水，然后一些子虚乌有的虚构，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说的，就是简直是乌烟瘴气，完全我都认不出来你。就是我看过几个这样的，当然最主要是要扣大帽子，就是这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什么等等，这也不用说了啊，看着我都觉得就是好笑，所以我就觉得我还好，李老师更可怕。李老师那不用说了，就是说那个你从来没有出来
给一个正版，你知道，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特别幸运，你知道吗？实际上你不是公费。这边是叫什么 Scripps Howard Foundation， 这个哥大的，就是他每年好像给4个国际留学生、国际学生在哥大，读这个新闻学院有这个全奖。对，我就是其中一个，是4个是全奖还是2个全奖2个半奖什么的，非常的慷慨。对，然后我第二个呢，对，我为什么又去上了个学呢？是因为当时上了选了一门课是人物肖像，就 profiling 然后那个老师你可能也知道或者认识，就是 New Yorker 的纽约客的一个资深编辑叫 John Bennett。对 John Bennett 他虽然我那会儿刚来美国，然后他好像也平时听不太懂，他是德克萨斯州人是吧？然后呢，他听不太懂我说话，但是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就是我从来写东西是可以的，好几个老师都特别喜欢我写的。你一边在哥大上学的时候，你一边还在写新闻稿。我们必须要，这每一课都要交作业的，作业一样。对，交作业发在当时的也不发，反正就给老师交作业。但是呢，我写的东西somehow他就很喜欢，对，要放寒假了，他就给我发了个 email 说，丽，你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想着打电话干嘛，我就打电话过去。他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刚来，我是个新移民，我不觉得我可以在这找到一个新闻的工作。他说你干嘛不再去读一个书呢？我就赶快使劲的找啊，就当时已经是这个大多数学校的申请都已经结束了，我正好看到了 George Washington， 我就申请了一下，他也又给了我一个更 generous 的一个fellowship 然后就 George Washington 还是 Georgetown？George Washington， 对，这在华盛顿啊，也是在华盛顿，也是非常好的学校对，我就去读了一个1年的一个 masters 读这种国际关系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也是读了2个 master。对，但2个呢都是1年的，都是1年的 master。我也是读了2个 master， 而且我也是从来没拿过中国的1分奖学金。对，是吧？都是美国这边的，就是美国这边的奖学金，我还没有像你是全额的，我还得打点工。所以我一路就是说，不论是我在 South Carolina， 还是后来我到了哥大念比较文学的时候，我都在外边打工。夏天打工，然后平常有时候我在纽约，我在那个 China Institute 当时教夜校真的教中文教中文，教美国人读报。就是这种的，就是你还可以晚上去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就去给他们那些毕业生做一个叫 Caps and Gowns Company，就是毕业季节了嘛。对，去租的那种的，出租这些学士服了什么之类的，对，毕业服。所以我其实也是，就是这应该算自费吧，自费。但是实际上我是最早自费的最早的那批自费，那时候也有公费，但是我不是。所以咱俩这个也像，就读了2个 master， 对，反正后来就很幸运嘛，在 George Washington 毕业的时候，正好就是那会儿已经2004年了，就中国已经开始，就因为是2002年是中国入世吧，01年、02年中国入世，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一下子就变得很要起飞的那个。对，然后呢，华尔街日报作为一个财经报纸，他们就非常的敏感，然后我就去，他们就想要找个中国人，就正好我就去。面试了，然后我们的那个 hiring editor 后来是一个老太太，是以前我们的这种 national editor， 长得很厉害，我他妈远远的看她这么走了过来，我说完了，我肯定过不了。结果她跟我从12点半聊到了3点钟。哇塞，一个 job interview 居然对，就我们聊得特别，后来都是好多年，后来我们也。他就对我特别好，就每年的这种感恩节都让我去他们家呀什么的，就对我是你的贵人呢。对，我就是一辈子就一生中总是碰到贵人。对，他后来好多年以后，他跟我说，我都回到中国了，后来我回纽约来，他已经离开了《华尔街日报》。他说那次我们见完面，你应该就知道，我肯定是要你了。我说我觉得好像是，但是呢。你这个没有给我 offer， 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对，反正就还挺幸运的。但是到《华尔街日报》是真正的炼狱的开始。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也是你先有一一个 beat， 比如让对有一个 beat， 我刚开始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这英文。beat 就是说你的那个你所报道的条线区域不是条线。对，《华尔街日报》就是一个特别严格，但是我觉得特别幸运，就那时候《华尔街日报》还是在默多克买之前，然后那个是我觉得是《华尔街日报》鼎盛的时候。
那些编辑的要求非常的高，我一个外国人，英文还都不怎么样的，然后我还去报道什么 telecom， 就完全就搞不清楚这些东西，都等于说要学多少门语言，我还是挺拼的，我还是喜欢这个事情，虽然我对 telecom 完全没有兴趣，但是我真的是一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都工作10几个小时，就不停的就是。我跟你说，我见到你另一个感觉就是真是劳模呀，我就让我惭愧的要命。这么一个 workaholic， 基本上就是整天都看。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其实对这种特别 workaholic 的人，有的时候感觉有点不舒服，因为可能就相形见拙，我觉得自己太懒散，压力太大啊。对，但是跟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虽然你是个 workaholic，但是同时。你又是一个特别就是会生活的人，我感觉，因为我前面咱们说了，刚见面是那个你全脱口说，可是后来完全就是在你们家整天吃喝喝，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很喜欢，除了就是说我喜欢聊天，对吧？我也愿意去 party， 但是我自己不太经常喜欢召集 party， 因为很麻烦，很累，就是。我当然今年也特别喜欢做菜，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一心两用，就一边在跟别人说话。你组织的 party， 你可不是要招呼所有的人，然后你还要烧一大桌菜，这个我觉得我烧一大桌菜的时候还是比较小的，比较少的。你上次来不是我就叫的外卖吗？就是一半是叫的，然后一半也是你做的，而且有的时候你还会做好几个硬菜，所谓啊，就是那种什么红酒牛肉什么，然后有红烧肉，又是中西合璧。哎呀，我觉得你这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有工作狂的一面，可是我觉得你又有一个特别爱玩的一面。对，我特别喜欢朋友，我的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说，你说你一直很开心，我也是感觉到，就有的人的工作就是苦哈哈的，而且恨不得就是你知道有些美国记者，我自己虽然当时已经写了这些 non-fiction， 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大报的这种职业的记者，我一直在 freelance， 对吧？我见到这些大报的一些我就不说名字了，都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的，包括纽约时报的什么各种，他们到了中国。中文也是2把刀，有的时候其实都是些很资深的，然后你就觉得他们整天我跟他们吃个饭，他们都在采访我，恨不得不是说正式采访，但是不断在那儿就说叫什么 pick your brain 啊，就是说，哎，建英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对那个，最后我就说你能不能咱让我吃点肉什么的？我说真的吗？有的那我太不那个什么了。你就没有这种习气，所以我比较喜欢。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有点太不 ambitious。我不像的，我确实发现了很多的记者都是这样子的。我很怕我不够 hungry， 就不够有饥饿感，然后也不够有野心。就是哎呦，幸亏，要不然咱俩不会坐在这儿。我跟你说，我对那种人，我觉得太可怕了。我就没有生活，对我来说，生活永远第一。当然，最后就是我也不是不重视写作，我也很重视写作，你非常重视呀。但是就是说，一个是你们还能在这种就是说整天有 deadline 啊，每周或者我写过最多专栏，我给就是香港的月刊写专栏，每月写一次，写了几年我都说不干了，我每月就要有一个 deadline。当然那个不像日报那么短，就是要写。那种杂志的页要写2、3页啊什么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会写的，我就不善于写短文嘛。但是就是这种整天要面对 deadline， 我都觉得真够厉害的。这种人我觉得会慢慢的他变成一台机器，就是他的生活的乐趣会被这个工作的东西给榨干，或者是就是人你就觉得不好玩。就我见到好多记者，我不愿意跟他们做朋友，你知道就所以我就觉得不好玩。所以你是一个好玩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可能比如说00年代，我们俩都在纽约，对不对？我02年来纽约，然后08年回国。我觉得我在《华尔街日报》在这边做记者那几年，有点像那样子，因为特别的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哎，这个我想让你讲的慢一点，稍微的，因为也是偶尔就前不久在一个。咱俩开会的那次是吧？对，有一个研讨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就是可能是那个组织者要求你讲一讲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然你讲的很简略啊。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你就08年是吧？你回去为什么回去？然后当时你说了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啊，那是一个英文，你就说 This is my country,
I should be there, not here。我就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是我自己的国家，所以我如果要报道，我应该回到哪儿去？对啊，但是我当时就说，哎，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一段历程，你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你当时在华尔街是住在纽约的？对，我住在纽约。你要知道，对我是做这个 telecom reporter。后来呢，因为我的这个 editor 他去做了 WSJ 就华尔街日报网站的这个 managing editor 这个主编，然后他就让我去写一个双语的那个专栏我就写的，就是那时候有中文版了是吧？华尔街的，对他那会儿也有中文版，但是我写一个英文的，就是写一些纽约我觉得有意思的，就我一辈子都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人都特别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去 explore 各种东西，对，然后我就写了可能不到1年，半年多，那边呢，中国因为中国的这种的外媒就开始了嘛，就 FT 中文网了，然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也有，但是他们当时办的不是太好，他们就想找一个中国人，他们就来找我。但我在纽约当时就特别年轻，觉得哎呀纽约多好啊，我怎么要回去呢？干什么的？我说我不考虑干什么。结果那是17年底吧，然后07年底，07年底到了08年就一系列的事情是吧？08年先是1月份那个广东的那个霜冻吧，就好多的这个农民工不是好多人都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什么，就这些东西。后来又是这个拉萨那边、西藏那边的对的这个冲突。然后又是这个四川大地震，是吧？对，还有这个过程中，因为又是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就有这个火炬的这个传递，就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抗议，然后中国的这种的，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四川的这个大地震啊，我看到了很多中文的报道，写得真好。中国的报道，中国记者的报道，那会儿真的是中国的新闻的黄金时代，就一批人，对，不光是南方报系，反正就各个全国各地，他们不都跑到那儿去嘛，都去写，都去报道这个。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为什么要在纽约待着？这中国是最 exciting 的地方，而且有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出来，我就突然之间，那会儿都到了5月份了。就大地震嘛，是512嘛什么的，我才跟他们说，我说我想你们那个人找到了吗？我说我想回去，我就到7月份，7月批准了，不，7月20几号我就已经回到了北京。哦，哇！因为我就一个人，好吧，就是我老说我是 cheap and easy， 我老跟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说我是一个人 cheap and lazy， 没有家小也没有小孩，也不需要你们给孩子付那个什么的付学费什么的，我就回去了，就是我记得就在应该是奥运会前1周回去的，对，前10天还前1周回去的，对，我那会儿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的国家呀，我应该回去。对，所以这个还是其实那时候我也在北京，对，我能知道那时候你会那种心情，可能我那时候可能如果有任何就是那种所谓叫爱国，我都找不出一个词来。我不觉得我是爱国，不是爱国，对，是什么呀？反正就是你要那个你需要在那 present， 你需要在现场，就是这个国家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阶段，好像你想在现场，对，作为一个观察者，尤其是个记者，你要 witness， 是吧？你要去见证这个国家是怎么变化的。就是你如果不在现场，你带着距离，这时候就是带着距离，完全是一个不对劲儿的事情。对，当时好多人都跟我说的，对，很多人都反对我回去，因为我是在英文嘛，我做英文报道，好像在《华尔街日报》在美国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你怎么会回去到这个中文？当时那个中文网很小的一个东西，就觉得好像自己降格了这样子的。我就觉得经常我这人不考虑这些东西，我只想我这会儿想干什么。所以我说我是没有计划的，我做事情都是觉得到这个时候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了。当然回去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正确的决定。你回去以后，我觉得对是最正确的决定。对，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如果一直在这待着的话，你是两边跑嘛，我在这边待着就是和中国是越隔越远。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回去一个北京那1-2年变得简直就是修了无数多的新路，是吧？基本上都不认识了，是吧？对，我又是在这个东边，我以前都是在西城区啊，
这种地方住是吧？在新华社嘛，对。然后后来到东边那边去租房子，然后外面是一个当时北京最豪华的一个。窗外就是一个最豪华的那个商场，然后都是那种大牌，然后那种大的那种国际品牌，然后旁边还有那个没有拆迁的那种的烂房子，就是这种 contrast 这种对比，你就觉得哇太有意思了，有趣，就是我觉得当时北京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没错，我也是，我其实有2次回去，就是从美国搬回去，第一次是就是我从美国读书有5年没有一次都没回去，因为那时候太穷了，我就自费的讲那个就打工挣点钱来，就想旅游，趁在外的时候赶快用那点钱，我就去欧洲啊、美国去转一转，然后打个长途电话都舍不得，所以终于回去了。回去以后，然后我就是那感觉又回来了哈。但是从物质层面上，那时候回去，你想我回去的第一次是就是87年嘛。第一次回去86年，只是一个暑假，然后第2年我就决定这个 PhD 就是这博士我也不要读了，就等不及的要回去，你知道，就觉得因为那边的老朋友都在说这边是非常 exciting， 就是所谓文化热。就后来我做80年代访谈中回顾的就是那一段，就是最大家发高烧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发烧似的在自由创作，什么谈论各种改革什么的，但是街上破破烂烂。人还是很多骑自行车，一个万元户就是觉得很了不得的了，你知道，就是大家就是也连饭馆都没得下，就大家都是什么哥们儿凑到一个屋子里，在那谈尼采呀，谈什么的，吃白面条啊，吃点白面条，下一锅面条，一大堆人谈到半夜什么，就是还是这种的时候。第2次回去，就像你这个感觉，就是我第2次搬回去是03年，那时候也是觉得就是说中国又再发生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就入世了嘛，之后很多朋友就说现在简直是就是日新月异。那一次回去就是感觉的是那种外在的变化，就所有人都在就是发财挣钱，然后不断在起高楼，然后你就发现哎，周围的好多人就开始就是很有钱，就比美国我认识的很多美国人就开始更有钱。我记得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就是那个第一桶金。那时候别人起来，所以我就接你的话茬，就是说到2000年以后入世以后，你再回去的看到那个飞速变化的中国，更多的它不见得是一种就是80年代那种务虚啊，大家没多少钱，但是精神上有各种各样的追求，非常的热烈，然后非常的活跃，然后有各种可能性，对吧？然后到了03年我再回去，就各种发财的可能性，你知道吗？而且真的是就一夜之间，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就穷的叮儿啷当的，他就变成不知道现在可能还不到亿万富翁，但是就是绝对是非常有钱。那会儿大家都是一点点钱，几百块钱，对，工资，没错，就是一下子就是好像变了一个世界。就那种感觉。可是你说你回去就更是，就是已经是奥运会之后了。奥运会之后了，那中国就是有钱的那些人都有钱的不得了。对，然后我又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还是一个财经媒体，我当然就说多数做的都是这种的翻译的，因为还是翻译中文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但是当时呢，我还是一个，我一直虽然我80年代的时候我还是小屁孩，但是我老觉得我是80年代的孩子，就说我是受你们这代人影响长大的，然后要跟我拉开代沟啊！明明叫我建英叫的好好的，今天我发现你开始叫我张老师，这不是我这是调侃你，你不要把自己放太高了，我只是在调侃你。德高望重的那个位置上，没有，你不要觉得自己有多高望重。对我来说，对，然后。但是当时我觉得中国呢，08年的时候，06、07、08年，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思想也很解放的时候。那时候什么西祠，我们上次和这个李厚成说的西祠胡同啊、天涯呀，这个都非常的很多的辩论，也有很多的书，我正好就回去了，那我做主编嘛，我就可以约很多的稿，我就可以约各种各样的人来给我写稿。就开始融入，其实比我在新华社的时候更融入中国真实的社会。在新华社，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 secluded，
就是他那个都是有武警站岗的是吧？包括家属区嘛，对吧？就而且你活的，大家都活在，尤其我们又做国际新闻的，其实和这个社会没有太多的那种真实的接触。对，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是这样。我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最真实的这种的一些接触，是在我08年回去中国以后，那真的就是可能说的有点讨厌的，就是和各种的商业精英、文化精英，都有交往。然后这些很多人呢，他们也是80年代过来的，所以这些商业精英们其实一个个都觉得自己也很有思想，有一些人也确实不错，就比如说任志强是吧？对，任志强他不是办了一个读书会吗？对对，那个也是就是非常都是这样，什么冯仑就万通的这几个都是，潘石屹、张欣他们都后来还办了自己的公司，还办了自己的SOHO 小报，对，其实还这些都是文人下海经商以后，而觉得。实际上自己还是文人，就是还是知识分子。其实也还是我不得不说，就是说他们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对 ideas 确实是感兴趣。我一直有一个理论，就是中国经商的这些人啊，那一代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其实对钱真的不是最感兴趣的。他们为什么当时去经商呢？对，是因为经商是一个自由的。是可以给他自由的。他们当时很多人是92年下海吧？对是。那就是因为你在政府里面就有各种的约束，当然也是还是想挣钱的。但是呢，你说他真的是像那种的，像 Jeff Bezos 这样，我就是想挣钱；像 Mark Zuckerberg 这样的，我就是特别想挣钱，怎么样？我觉得他们的当然也有好胜心了，也有是想要挣钱这个。但是这些人骨子里面，至少我觉得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对钱很有兴趣的人，他就是喜欢，喜欢这个，因为他们跟 Jeff Bezos 跟这些 Zuckerberg 他们不一样的是，整个中国的背景和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啊，它是一个长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就是而且在他们的青年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追求什么理想，什么社会理想这么一个。这个是对他们是烙印很深的，对，而且中国的传统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商人实际上就在传统社会也地位总是不太高，所以都想当儒商，就是你还是要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儒商，儒商对，没错。然后就是你是读过书的，你不是一个就是这种铜臭气浑身散发着铜臭气一个暴发户啊。这个呢也不是附庸风雅，因为我也见过那时候就是像你说的，就很多原来其实他并不是学商的或者做生意的，他因为90年代以后，另外的那些渠道就因为89坦克开出来了，对吧？就是也所有的这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路被封死了之后，只开了这么一条路，就是这些聪明才智、精力旺盛，正好在那个年富力强的时期的他的精力的出口，明显的只有这一条。然后有了这个之后，你当然又不会完全忘掉你青年的时候那种壮怀，就是那种壮怀激烈的时候很多理想，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对，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希望，还能有一些其他的，不光是爱好了，就是现在我有钱了，我能比如办个刊物，我能有话语权，不是光谈钱啊。那会儿又是先是博客，他们很多人都写博客就开始了，是然后后来又是微博，对，他们都变成了意见领袖。不仅是商业领袖，也变成了意见领袖。所以呢，就对我来说，我是在《华尔街日报》是吧？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切入点。没错。但是这一段好像就是那次咱们跟李厚辰录的那一集里面，他也说到，他觉得那是一个黄金时期，就是整个是中国所谓言论空间最尺度最大、最活跃的时候，然后谈宪政民主的这批公知们最有影响力的时代，就是你说的。你想，许志勇当时还去选了这个00年的人大代表啊，对，还有当时什么那个孙志刚事件是吧？那个3个法学博士去那个给人大那个写信了什么之类，这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是上一辈子的事儿 ，last life。是吧？就不像就真的是，但是当时是好像遍地开花，然后后来呢，当然就是又是这种互联网来了，是吧？互联网的我就开始就会认识一些互联网的人，当然这个对互联网的管制也来了，
所以我到14年的时候，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就被被王兴办就给强调了。强调以后，那我就觉得，那我可以能做的事情，当时也中国就开始变得比较就言论空间很小了。那我觉得那本来就发展的很好，那现在在做什么呢？14年的时候，14年64之前吧，我就又想着说，那我就回去，我再去写英文嘛。我又给他们《华尔街日报》又提议，我说，我说我认识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发展的很好，我可以去写一个中国的科技的专栏啊，因为我以前写那个 telecom 也是，其实写的 mobile internet 什么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写的比较多一些，那我就去写了。那会儿真的是每周要写一篇，还是在《华尔街日报》？在《华尔街日报》就是给英文这边写，每周写一篇。那真的是那会儿，我觉得我在那3年真的是还是挺累的。就每周就无论如何，但是那时候大家做生意，就是这些 startup 这些 VC 什么的这些包括这些大公司的 CEO， 很多人都很想说话。我一个朋友说，你那会每天就是不停的就是在那个电话上，就整天都在从早到晚都在打电话，就有无数多的人都来想跟华尔街日报来说话，因为中国当时这些做 tech 的做科技的，包括现在他们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来上市嘛。你在一个英文的媒体上有，但是我呢当然也还是喜欢这种 human stories 人物写这个人这个互联网对人的这样影响了什么的，其实当时也是挺有意思的。反正anyway就说我当然又要感慨一下，就是当时有那么多人都愿意来跟我说话。绝大多数是 on the record， 当时很容易引他们的名字什么的都没有特别容易。对，那时候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基本上除非特殊的情况都要求实名的，而且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要不然他们来跟我说什么呀？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公司的名字能上《华尔街日报》嘛。我现在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多的报道 AI 了什么的，就比如说写一个例子，就写一个事情，3个公司全部都是化名。对，我说连商业报道都变成这样子，这怎么做报道？可见这个就是说，因为我比如说我那个弄潮儿里面的一部分是写商人，比如说张大中啊什么他们这些，对吧？张欣、潘石屹他们这些，一部分是写知识分子的。就当时呢，感觉写知识分子那些，因为牵涉到一些政治，像我哥哥这样的更不用说了。对，包括像采访像王猛啊，或者什么北大的改革呀什么，这里面都有一些敏感的地方，你不太能触碰。但因为我是英文嘛，英文这个书他们一直在国内都不能发行，也不能翻译，后来中文版都是在香港出嘛，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还算相对来说，你就感觉这些人也不会特别害怕就被采访的人。对，那商人更不一样。你这个经历，我感觉就是说明，就是所谓国进民退，可能是在那之后越来越发生。那个时候还是市场化的改革，好像还没有感觉到受到这么大的限制，政治上开始有点紧，是吧？就是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可能走在更前一点。我这个大致的。对吗？这个判断对，然后到就是打击到这些民营企业家是更好，就是一个一个收拾，就习上台以后是先搞一批，对吧？抓一批，你到709律师案的都是什么时候了？都2015年，是吧？15年，可是你看那时候民营企业家还没有感觉到呢，他就是那会儿还是2014年吧，2014年、15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会儿就是中国互联网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我当时跟《华尔街日报》一 pitch， 一说我想写一个关于中国科技的这个专栏，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很喜欢那会儿《华尔街日报》还在亚洲，在香港每年是要办一个那个会的科技会的，我都是去参与到里面，请很多人都去我们那个会去发言。那个时候就是说，当然已经开始这种国进民退，但是没有那么明显。14年的时候，你记得是阿里巴巴来纽约上市，是 Blockbuster IPO 是吧？特别当时那简直是轰动的不得了，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中国的商业公司真的是登台唱戏了。我们可以和这个亚马逊，可以和什么这个 Facebook 一起。我在《华尔街日报》写这个专栏，15年到18年这个之间，我经常要写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最大的10大
互联网公司里面5个是中国公司，就从2个、3个、4个、5个，就是中国公司真的是涨得很厉害，因为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他们那几年也确实都是挣钱挣得很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就是这么多的人都没有看出来，其实这个方向是会越来越收得越来越紧。随着中国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党国啊越来越有钱，它会一点一点的往后退，然后最终就是彻底就把这个遮羞布可以扔掉。我觉得是这样，也不能说他们都没有，因为我一直很常写的一个主题就是共产党，就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打压。就是我从《华尔街日报》时候开始写，我隔一阵子就要开始写。我现在这周我要正在写一篇，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 AI 公司叫 Manus。他们是在中国创立的，后来呢就有这边的特别大的一个 VC firm 叫 Benchmark 给他们投了资，去年12月的什么时候是20亿美元吧，还是30亿美元卖给了这个 Facebook Meta， 就是一个特别轰动的，就是中国的这是多少的这个 AI 的这个创业的这些人的一个梦想，对，结果应该就是这个月还是什么时候。他们一个创始人，反正就2个人吧，就是公司最高的2个，一个 Chief Scientist 首席科学家，还有一个 CEO 被叫回去商业部开会。你看到这个新闻吗？看到了。对，然后现在就是说你们不能出境，我们在调查你们，然后被边控了，然后你们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活动。就这种事情，我当然也看了一下，中国网上的那很多人就说，这些这种人就是什么拿着中国的数据训练了，什么卖国子 A 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是这些的说法。对，但是我要说，就是走到现在这一步，它是有一个还比较长的过程。是你看15年的时候，实际上你描写14年、15年的时候，这些大 V 们或者什么公知们还很觉得自己，包括马云都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说马云上市，他说的那些话好像都是游刃有余，他英语又好，在这边讲的好像大家这边本来西方的商人就是一个巨大的，因为他在中国获利嘛，他们在中国获利，所以他们永远是最强的 lobby。China lobby 就是他们总是为中国政府说话的。做人权的这部分人是总是很弱势，就是天安门是一个最高点，因为你都坦克开出来了，杀平民这么多，所以那个时候有那么一阵说我们最惠国待遇还要不要给？但是很快就过去了。之后就是大家人权的一直实际上在看着，就是越抓越紧，开始抓人，开始判刑判什么？你想08宪章是你不要忘它08宪章08年啊，对，就刘晓波已经被关进去了，判了那么重的刑，不影响对中国的乐观的看法。就这种所谓的主流的这种 engagement，这种就是说接触政策，在朝野、在商界，包括在各种智库。在媒体主流媒体还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声音，还是要坚持认为，虽然人权什么有各种问题啊，但是还是要让它渐变嘛。只要他没有把市场关掉，只要他没有回到国有经济，你看他不是还是在上市吗？他不是那么马云出来讲什么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我忘了他挺会说什么，就是好像什么我们要谈恋爱不能结婚，对，我们是谈恋爱不能结婚，说的好像很妙啊，就是特别中国智慧，就是这种说的。就是暧昧，然后让你有美好的想象，关系要好，但是不能真的让他把你就成为一家子，就是这样子。好像就是说这是由你可以调控的啊，不能成为一家子，能不能成为一家子由你说了算吗？但是当时大家就认为，你看他就是可以这样很潇洒的在这儿说。对，所以我就说，大家到很久之后，恨不得都到修宪了，我觉得才突然意识到，实际上就是这个决定权始终就在党的手里。但是这个实际上政府想要控制互联网，就是从这个建立网信办开始，是吧？对，那是习近平上来。还有一个呢，就我实际上16年的时候，17年的时候就写过，就是政府要参股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就是叫黄金股，就是政府占1%的股份，可是它有否决权，在董事会上有否决权。实际上那个时候呢，还有挺多的互联网公司的这些挺高层的这些人都来跟我私下里都说，这个是他们不会要出来用名字的，可是他们都来跟我说，他们都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你好好的政府要来要给你否决权，这个事情怎么做？但是现在就是很多的
对，很多的这样子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就是也是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家商人跟我说啊，是我们公司也有党支部，可是这个党支部根本就是挂着名的，没什么实权，就是开会什么，到时候当然公司还是老板还是听我们，就是我们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就是说他们就是个摆设。但是过了几年，他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国的就是还是没有真的看透，就是整个这个不会看透的。你就像现在这些 AI 的这些人，我这两天没有看透是吗？绝没有看透，绝没有看透，真的是。因为我这两天，我这两天还见了几个国内来的人吧，我就不说了，他们都是办公司的。那就是这些 AI 的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是在这边读了书的。甚至在这工作了，回国创业，觉得那边的机会多，就是为了中国的 AI 成为 AI 强国做贡献了什么的，这些东西，他们是相信这些东西的，回去的。当然，我认识的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担心，就是现在就是一个这个 Manus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现在还要把红筹股要让他们拆掉。对，就很多公司都已经上市好多年了，说我们这都怎么办了？就反正政府就是要各种各样的来把控你。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都觉得。我的财富已经不是我的了，我的钱不是我的了，我的钱在国内，现在就基本上没有办法，能把钱拿了出来。那这些难道现在在回国的这些人，不论是做 AI 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你这么想，就是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节目里面有这个观众想要来反驳我，非常欢迎。我想听到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很多人是很认这个大国崛起的这个叙事的而且呢也确实是在中国做公司，很多时候比在美国更容易一些，一个数据也很容易拿到，再一个呢，这员工也更愿意干活，然后你需要的这个本钱也没有那么多，刚开始的时候，对，而且作为中国人，实际上说句实话，现在在美国做很多事情是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就对，其实是他们是两头受气。对，那他如果真的很有追求的话，他想要回国发展，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呢，你真的就认为，党可以就让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他现在一切都是国安化，所有的事情都是国安，涉及国家安全这样子的。你真的可以去绕道，把它很多东西，你想把公司放到外面就放到外面，你想把钱拿到外面就拿到外面，这个都是。很说不过去的。从党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怎么来控制你？然后他怎么来拿捏你？这个是国家层面的。那到了省市那个下面，就是我去年写的像远洋捕捞了什么这样子的，很多地方政府没钱了，这你只要是一个有钱的，你就是一个肥羊啊，你就可以就是做企业家。我真的我以前认识很多人，他们现在这种安全感是很低的。当然就是也可以说美国这个最近这个 Anthropic 这个 CEO 和 Trump 这之间的，就是和 Trump 政府之间的这个争论，也可以说可能有的人说，哎，你看美国现在也是，美国人就会说美国现在也怎么样，但是美国还有法院是吧？但中国没有啊。你这样子他要去调查你，他想怎么说你就。这几周见的人，他们国内来人就说他们想把我们说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他们其实这个比喻当然不完全合适，就是那时候说就是国民党治下和共产党治下的不同，就是说自由，一个是有多少的问题，一个是有没有的问题，对吧？就是说国民党其实也很独裁，对，也是一个政治专制，它也是一党专政，可是至少你还有自由的空间，还可以有一些媒体空间也好，也有民营企业是吧？这种，然后也不会就是你现在看到很多例子都觉得蒋介石怎么这么软，怎么这些人就居然也没被抓起来，也就活下来了。包括共产党的好多，就是这些早期的也好，后来中期的也好，就很多就是没事啊。虽然共产党宣传的是国民党有多么的白色恐怖，什么4.12政变之后就好像就不得了了，但是跟共产党后来的这种集权的程度和他执政以后的，就是水银到现在又有了高科技，水银泻地般的管控，就是把你管的简直就是铁桶一般是
是没法比的。那美国现在再倒退，也没有到那个程度，还不说，就是说有这么多的抵抗的力量，我们是在一个过程中，可能是在一个就是说，it will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就是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会更差，但是它总体是一个。就我老说它是一个 apples and oranges， 你说就中文的这个，它是两种社会，两种制度，就是像苹果和橘子一样没法比。你不能老说这好像美国也这样差，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根本制度上根本的这种差异，好像中国人我不知道是缺乏一种是什么呢？是缺乏一种逻辑理性对这种。美国人也是美国人，但是我觉得是美国比较差的人，中国这种我觉得更普遍啊，就是美国这种。那如果真的美国人真的这样，会有很多除了我们知道现在出了一小撮中华灯塔派，他们就会看得非常表面，到中国就看一些基建高铁，他们就会觉得中国厉害的不得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美国的所谓的媒体精英也好，商人也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少会有大批的美国人会觉得我们要变成中国，我们最好移民到中国去，对吧？他还是有这个基本的意识，还知道你那儿更专制。